敏捷开发 （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） 是一种小快灵的软件开发管理模式。在当今的计算机行业，它几乎就是大家寻找已久的大统一理论。但我这期视频绝对不是标题党，因为我认为基本上没有多少团队在做正宗的 Agile，不是因为大家菜，而是因为正宗的 Agile 确实问题很多。所以在很多情况下，我们实际上在做的是我们所理解的 Agile，或者说是在 Agile 精神的指导下，带有团队风格、产品需求、企业文化特色的 Agile。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好事。就像著名项目经理 Atomic Energy 说过的 "We shall be developing agilely, but not necessarily agile development." 要敏捷的开发，但不一定要敏捷开发。你绝对想不到的是 Agile 的诞生还得感谢它的死对头，上期视频的主角 UML。故事要从1993年说起，当时美国汽车巨头克莱斯勒的软件部门接到了一个新项目，开发一个新的员工薪资管理系统，把分散在集团内部的多个旧系统全部替换掉。这么大规模的项目，按照传统管理模式，比如上期视频里的 RUP，肯定得投入不少时间的。所以他们的原计划是花6年时间完成系统开发、部署以及旧系统的移除。然后到了1996年，项目时间已经过半，新系统的开发还在原地踏步，基本没啥进展。原本只是被招来做性能优化的一个新员工 Ken Beck 找到了问题所在，那就是开发流程太臃肿了。在发生了一些至今没有公开的内幕后， Ken 迅速上位成为了项目主管。他引入了自己之前研究过的轻量开发理念，将项目组改造成快速迭代的运作模式。这个模式随后被命名为 Extreme Programming (XP). 10多个月后，新系统成功交付，给当时用年做计算单位的软件界小小的上了一课。这也让 XP 模式火速出圈，成为90年代后期风头最盛的软件工程管理模式。XP 的推广大使之一是大家熟悉的 Martin Fowler， 多本名著的作者。Martin 在世界各地宣传 XP 的过程中，也结交了很多推广其他轻量开发模式的人。时间来到2001年，在犹他州盐湖城落基山上的一个度假村里， XP 派系正在搞团建。他们觉得应该邀请一些其他轻量模式的发明人过来，互相交流一下，所以 Martin 就从自己的朋友圈里拉来了一群人，其中就包括 Scrum 的发明人、名著 Adaptive Software Development 和 Programmatic Programmer 的作者，以及大明星 Uncle Bob 等等。但在场的还有一个人显得格格不入，他叫做 Steve Miller， 他跟轻量开发基本不沾边。他发明的东西叫做 Object-Oriented Analysis， 这个东西后来成为了 UML 的一部分。UML 和他所在的 RUP 模式可以说是轻量模式的头号敌人，所以部分参会者甚至很诧异地问 Steve 他为啥会在这。在自我介绍环节， Steve 还开玩笑地说 "I'm the outsider, I'm the spy"。 但 Steve 的出现才是真正的命运转折点，因为这个交流会原本是没有任何主题、任何大纲的。毕竟一群大佬坐在一起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、自己的发明，不可能有谁可以三言两语说服对方，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模式更好。所以正常发展下去，就是大家互相介绍、互相恭维一下就完事了。但是作为社交恐怖分子， Steve 非常积极的发言，他向大伙详细介绍了 UML 各种类型的图，还演示了各种作图工具。在场的其他人自然是不买单的，他们指出 UML 的一个大问题，很难随着代码变更而一直同步。如果要同时维护代码和图的更新，就等于制造了2倍的工作量，对于追求轻量开发的大家来说肯定是无法接受的。Steve 的回答出乎意料，他说 UML 不是为了同时写代码和画图，它的终极目标是只需画图，然后用图来生成代码，连代码都不用写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轻量的吗？全场惊呼，原来你小子才是真正的轻量开发者。虽然大家都认为他这个想法不可能实现得了，但既然目标是一致的，那就能坐下来好好谈了。这就给讨论会引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主题，与其攻击对方的差异点，不如试着找大家的共同点。我们能不能够围绕着大家的共同点，把大家的理念统一起来，而不是各做各的，让轻量模式阵营继续一盘散沙呢？于是大家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，在经过了1天的头脑风暴之后，参会的17个人集体起草了一份简单的文件。这份文件就是 Manifesto for 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
Agile 宣言。从此，各大轻量模式不再各自为战，而是集中在 Agile 体系下统一对外宣传。Agile 模式正式诞生。从 Agile 宣言的诞生过程就能看出，Agile 从来都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，而是一群理论的集合。但 Agile 体系在推广的过程中，从来都是被捆绑在一起，做一揽子买卖。除了抱团取暖之外，这种推广策略其实也是很有讲究的。因为 Agile 是一种管理模式，所以面对的买家是管理团队，不是执行团队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面向领导销售的解决方案，讲究的都是高大上、面面俱到。你得让领导安心，我这一套方案包罗万象，什么情况都能处理。因为缺了啥导致事情没办好，是决定买的人的锅。如果啥也不缺，事情没办好，那只能是用的人的锅。那领导自然会选择更全面的解决方案。下面执行的人拿到这套方案，也会尽可能的全部用上，因为用了出问题了，你还可以把锅甩到他身上；不用，后面出什么问题都是你不用它所造成的。但 Agile 体系里的不少流程本来就不是绝对的最优解，而是因人而异的。强行走流程让队伍不适应，只会导致效率降低，这就本末倒置了。因为这些流程的目的应该是提高工作效率的。比如说 Daily Stand Up，原本的目的是提升团队的信息同步，但你要知道，大家的工作都是相对独立的，需要了解的他人状况只占很小一部分。所以这场每日脱口秀里，大部分内容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无用信息，而且纯语音交流的形式就不适合所有人。比如我就是一个很依赖文本的人，我宁愿你给我发1000字的信息，也不愿意听一个60秒的语音。在 stand up 时，通常第三个人说完，我已经忘了第一个人说了什么。我相信不少人和我类似，但是我们都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每天罚站15分钟。又比如说 pair programming，作为一种协作方式，用得好确实是能让代码质量大幅上升，但前提是组队的两个人需要同时具备很强的沟通能力，以及很能接受他人意见的心态，否则只会出现1+1=2，甚至是小于1的结果。但我们都知道，这两个属性在程序员圈子里都属于 SSR 级别的稀罕了。诸如此类的效率问题，在实践中往往会被归结为个人能力的问题，而不是流程本身不适合。就算管理团队妥协了，有选择的放松一些要求或者撤掉一些流程，也避免不了下次还会掉进同一个坑里。如果效果不好真的是个人的水平问题造成的，那还可以怪罪到个人身上。但 Agile 体系有一个本质缺陷，才是让它无法达到理论效果的根本原因。这个缺陷就是 Agile 体系对于主观和客观定义的界限过于模糊。比如说，一个 Sprint 周期的制定，核心就是通过主观判断来预测任务需要多少客观成本。Sprint 里的众多可量化的指标，如 Story Point、Velocity、Capacity，都是基于个人的主观预测。这些数字没有客观的统一的量度标准。道理也很简单，因为你永远无法准确预测你没有做过的事情。完成一个开发任务包括的时间，不只是把代码写下来所需要的时间，还有在开始写之前查看文档、读旧代码等获取知识背景的时间，写的过程中尝试多种做法、经历多次试错的时间，写完之后在 code review 时被人指出问题，按要求修改所需要的时间。只有在负责这个任务的程序员曾经开发过基本一样的功能，他才有可能做出相对靠谱的预测。但如果我们已经有这么一个基本一样的功能，要么复制粘贴，要么直接调用就行了，还开发个啥？然后就是无法避免的修 bug 这种任务的存在。我见过一些开发团队想要做事前诸葛亮，预测接下来的2个星期会发现多少个 bug，提前在 Sprint 里给他预留几个 ticket，就当做是占做了。这都是很异想天开的做法，因为 bug 这种东西是完全不可控的。你无法预测下一个 bug 是不是需要紧急修复的 T0级问题，是不是需要花很大改动成本的 legacy 问题，是不是涉及到其他系统、其他部门甚至外部服务的无法在团队内自己解决的麻烦问题。这些 bug 少则完全不存在，多则可以吃掉你一整个项目周期。如果这些问题能被正视，如果这些指标能被定位为参考数据，只用于项目规划的辅助，作为一个参考坐标，让每个开发周期都能保持一定的规律，那我们还有机会把 Agile 这个体系做好。但现实不是这样，因为在项目经理、产品经理等管理层的眼里，
这些数字就是硬指标，就是 KPI。这也不能够怪领导，你整个 Agile 体系都是围绕着这些数字做文章，每次会议都围绕着他们的统计报表做总结，他们不是 KPI 还能有谁？这也导致了很多团队把 Sprint 做成了目标驱动，而不是预测驱动。他们先自上而下的拿到一个要交付的目标，然后为了满足这个目标，想方设法把相关的任务都塞进去。至于 story point 什么的，反正都是口头决定的，塞不下的时候就逼着程序员更乐观的预测一下，少报1-2个点就好了。只是可怜的程序员，口头上是预测，写下来就变成了承诺。但我们都知道，现实情况永远都会比预测的更复杂，所以基本都不会按照计划走。然后你就会看到五花八门的盘外招。我就见识过有些项目组，因为领导比较强势，完成不了也得完成，所以全组加班赶进度成了常态。后来大家都想逃离那个组。有的组因为开发的是内部使用的系统，所以交付压力不大，一旦来不及就延期，2周变成3周，3周变成1个月，每次还都不一样，基本没啥规律。我就很好奇他们的 velocity 是怎么算的。还有的组，产品经理和客户的关系很好，所以中途改需求也可以接受。于是他们每次发现进度不妙，就开会讨论哪个 ticket 可以被删掉，好减轻一下压力。结果每次承诺的和交付的基本都不一样。我很期待哪天客户那边要是换了负责人的话，他们以后要怎么办？只是不管什么样的盘外招，都解决不了主观预测和客观承诺的模糊问题。这个问题会永远成为 Agile 模式在实践中的阻碍。前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有根源的，简单来说就是对传统经验的套用的水土不服。我们把软件的开发叫做软件工程，既然是工程，那么对它进行管理的手段，自然也是从传统工科中传承下来的。比如《圣经·人类神话》里，作者讲述他带领3000人团队开发操作系统的故事，就在多处引用了传统工科的知识和经验。到了80年代，计算机行业开始进入个人时代，面对个人的提供单一功能服务的更注重用户体验的软件，打开了更大的市场，同样也意味着开启了更激烈的竞争。软件开发也开始向小快灵风格偏移。在工程行业最能代表小快灵的，就是当年帮助日本在战后腾飞的 PDCA 模式。早在100年前，来自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 Walter Shewhart 发明了 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， 这个框架开启了现代工程管理模式。PDCA 模式的发明者，美国统计学家 Edward Deming 将 Shewhart 的3步流程 Specification, Production, Inspection 拓展成了更接地气的4步流程 Plan, Do, Check, Act。 你可以在 Agile 中看到 PDCA 的影子，比如一个 Sprint 周期，从 Planning, Development, Review 到 Retrospective， 基本上就是 Plan, Do, Check, Act 的1:1复刻。但是从传统工程行业借鉴的方法是否符合软件工程行业的需求呢？我们掰开来一个个分析，你就知道了。首先是 Plan， 在传统工程上是精准的，因为不会有人要你造一个材料未定、尺寸未知的齿轮。但在软件行业，很多需求都是含糊的，充满未知的，所以只能够凭经验预测，无法精准计划。这是前面提到的 Agile 核心问题。Do 在传统工业上的体现是高度协同的流水线，严丝合缝的配合，因为这才是效率和安全的保障。相比起来，我们软件行业就是纯人工踩缝纫机，沟通成本大于开发成本，所以我们会尽量把任务拆分成互相独立、互不干扰的程度，以便大家可以独立完成。而前面所列举的 Agile 的那些协作流程，一旦不适应，反而会成为累赘。Check 是传统工程上的重要环节，通常有成熟的检验流程和验收标准，而且具有法律意义。但在软件工程上，这个环节一直都是最随便的。有些团队将 QA 的结果作为最后一关，有些把给领导演示作为验收环节，有些纯粹就是时间到了就发布了。毕竟这是一个就算搞出世界级事故，也没有法律责任，甚至都不需要赔钱的行业。对这个问题，我在第40期视频里做了深入讨论，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。而最后的 Act 在传统工程上是可以被一直传承下去，肯定能帮到后人的宝贵经验。但在软件工程上，我们的项目太有流动性了，
项目和项目之间的差异可以说是非常大的，业务背景、项目需求、技术选型、代码规范，什么都可能不一样。上个项目总结出 PHP 开发中的坑，结果下个项目用的是 JS 架构，那你就总结了个锤子。四大核心流程分析完，你就能看出正宗的 Agile 体系在实践中哪都别扭的原因了。因为本质上它就不是以软件开发的特性为基础所设计的，我们还在等待那个真正的能完全贴合计算机行业的大统一理论。